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处在一个高位震荡的行情当中，就在昨天出现冲高回落，一个实体阴线砸了上来。那么横盘震荡的主要区间是在38000点到37000点这样的一个区间啊，大概是1000点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目前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周线级别上处在第二轮次的周线级别的8件阳线势力范围。首先，我们看到23年10月份走出了悟空阳线，然后是8件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出现了一个由反弹变成反转的一个过程。反转之后，紧接着走出了第二轮的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一个标志性的阳线。道琼斯工业指数这里面走出了第二轮周线级别标志性阳线啊，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目前周线级别的道指处在一个8件阳线、周线级别8件阳线的震荡趋势当中，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行情在这个位置上连续4周持续出现高位的横盘震荡。那回到比特币这里呢，我们认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高位震荡会为比特币的趋势酝酿多头会给比特币的趋势带来一个多头上的温床。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比特币出现了日线级别和周线级别上的连续上涨。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比特币伴随美股走出的是第3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细游。那第一轮次呢是早在23年1月走悟空阳线、8件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这里走出了一个第一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细游。那第二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是在23年6月这个位置上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然后6到10月份是一组干扰性 K 线，干扰了我们对行情多头方向的判断。但10月末的行情当中，是比特币月这个行情当中，这个多头重新爆发出来，悟空阳线重新复活，杀死了干扰性 K 线、妖怪 K 线这个干扰性的影响之后，我们看到上方走出8件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那目前是处在对于比特币来说，目前处在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一个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但是呢，上周行情当中冲高这个过程，我们认为是有一个8件阳线出现的一个信号。但是呢，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十字星，所以呢，本周行情又重新回到了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悟空阳线的这个势力范围。但即使如此，仍然是一个周线级别多头的一个趋势，在大的趋势上是如此。然后呢，我们回到4小时级别比较微观的这个角度来看，那目前在行情当中形成了一个非常标准的上边线在$44000，下边线在$41500这样的一个箱体结构。那么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个爆发的行情，接近了$49000。那这段行情呢，是消息面的影响因素。美国 SEC 通过了 ETF 这个消息呢，引发了比特币在短时间内的暴涨。但短时间消息面的影响因素不会改变行情当中的一个大的趋势。那随着这几天有一些美国和伊拉克这个战争的美国和中东战争的一些影响因素，那比特币又重新被打压了下来。但即使被打压下来之后，我们看到箱体下边线$41500这个位置上依然构成比特币的一个重要支撑。同时，我们现在发现，目前在4小时级别这个收敛三角形的焦点位置，刚好将价格吸引了下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在4小时级别上方形成的这个短时间内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被完全破坏了，被空头趋势完全破坏了。这个位置上构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细游，分别由悟空阴线注意这里的悟空阴线指的是一个标志性的阴线跌破了收敛三角形的下边线，然后8件阴线、沙僧阴线组合、唐僧阴线构成。那4小时级别下跌细游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4小时下跌细游完成之后，容易走15分钟级别到小时线级别的反弹。那这里的反弹15分钟级别已经完成，然后把时间级别切到小时线级别，可以看到小时线级别走出了悟空阳线、8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小时线级别反弹完成之后，那这个位置上是有机会做出4小时级别对称性上涨。因为下方我们看到比特币虽然空头非常凶猛，但刚好打到了一个重要的支撑位$41500附近，因此呢，在目前反弹的过程当中，4小时级别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是有8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重新回到箱体上边线$44000的一个需求。就在这个比特币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看最近我们关注的重点是 BNB 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和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我们首先看这个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
这个交易对呢，我们看到目前已经完成了它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这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期待很久，原因是之前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周线级别缓跌收敛三角形，然后周线级别下跌西游构成的急跌，急跌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周线下跌西游之后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但这里的反弹我们看到以太坊偏弱势，走出了多根悟空阳线，标志性的阳线之后。都被空头消灭掉了，这里出现了3次的假的悟空阳线啊，都被消灭掉了，就叫假的悟空阳线。然后本轮行情随着美国通过了 ETF， 我们看到以太坊在通过 ETF 之后出现了领涨行情啊，这里的领涨行情让我们看到以太坊对标比特币的这个 K 线当中，在日线级别上有了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目前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这个位置上站上了200日均线，也就是红色线这里的200日均线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多头信号。但是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出现容易出现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目前看小日线级别的调整，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下跌西游，证明做了一个小日线级别调整。但是呢，我们认为在日线级别反弹西游完成之后，仍然有机会酝酿周线级别的多头行情，特别是目前这个位置上是薄弱的位置，是空头薄弱的位置。那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已经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非常巨大的悟空阳线之后，我们看到这里的涨幅是17%，振幅达到了惊人的26%，这是周线级别的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阶段。那上方就有机会出现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这个位置为什么非常关键呢？因为我们知道焦点位它是有吸引力作用的。目前虽然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段处在一个压力位附近，但是上方仍然有机会通过这个薄弱的焦点。因此呢，以太坊在这轮行情当中对标比特币的这个价格非常有看点，意味着以太坊可能会出现很好的多头机会。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这个价格上来，可以看到之前我们就说了，$2600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位，这个点位呢是黄色线144日均线，周线级别144日均线构成了一个支撑位，目前这个支撑位算是站稳了。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以太坊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上方有机会到达$2900。同时呢，我们看到目前4小时级别结构，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快速小日线级别下跌，这里的小日线级别下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筹码缺口，反复回补之后容易形成收敛三角形，并且在收敛三角形末端容易出现突破。然后我们看 BNB 目前它是在空头方向是落后于比特币的，它在多头方向是强势于比特币的。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和 BNB 的这个交易对。那这个交易对呢，非常关键的点位就是目前0.0073这个位置。我们看到200日均线处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位附近，同时呢，BNB 做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第二次打到这个位置，第一次我们看到是多头失败了，被打压了回来，并且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那么通过对称性的涨跌，目前多头重启，所以呢，关键性点位是在0.074这个位置。如果能够发动突破，行情将会由下跌趋势的反弹变成反转行情，意味着 BNB 的多头会在站稳周线级别200日均线之后这里是 BNB 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站稳200日均线之后，出现快速上拉的一个过程，由反弹变成反转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看 BNB 的这个交易对BNB 和 USDT 的这个交易对，目前看起来非常强势。强势的原因是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收敛三角形，周线级别的收敛三角形跌破之后，$230下方是一个可以抄底的一个区域，然后反弹上来之后，周线级别上目前我们看是落后于以太坊的。这个位置上是落后于以太坊的，因为我们看到以太坊已经站上了周线级别144均线，但是 BNB 目前是落后的。那落后的行情当中，比特币和以太坊都处在一个多头趋势，因此 BNB 存在一个补涨的需求。那这个需求目前看仍然有很大希望继续上行。那么现在这个结构在4小时级别上是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接近这个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反弹。那么最重要的支撑位就在$300整数关口附近。那如果继续上行的话，在上方能够形成第4次的等位置波峰，将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出现一个新高。如果新高能够稳住的话，上方空间将会被打开。我们认为BNB 在经历了长达21年到现在长达3年的调整之后，上方容易出现回补的多头行情。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